花旗研究公司的分析师预计，美联储将在几个月内开始大举降息，并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天。在上周五的一份说明中，该银行援引了经济放缓的新迹象，认为美联储将从9月份开始，在每次会议上都降息25个基点，共降息8次，直至2025年7月。该报告称，这将使基准利率降低200个基点，即从现在的 5.25% 到 5.5% 降至 3.25% 到 3.5%， 并在2025年剩余时间内保持不变。以首席美国经济学家霍伦霍斯特为首的花旗银行分析师表示，美国经济已从2023年的高歌猛进中降温，通胀在经历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停滞后，重新开始放缓。但他们补充称 ，ISM 服务业指数突然进入收缩区间，而月度就业报告显示失业率上升至 4.1%， 这些都增加了经济活动急剧减弱和降息步伐加快的风险。这些数据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二发表的鸽派言论表明，首次降息极有可能在9月份到来。花旗预测说，在我们的基准情景中，经济活动的持续疲软将促使美联储在随后的7次会议上逐次降息。该说明还指出了就业报告中的其他疲软迹象。虽然 20.6 万的总体就业增长似乎很稳健，但之前几个月的数据被下调了。此外，6月份临时服务工作岗位减少了 4.9 万个。花旗银行称其为经济衰退时通常会减少的岗位类型，因为雇主开始减少雇佣关系最脆弱的劳动力。今年以来，霍伦霍斯特一直是个逆行者，即使华尔街的共识已经转向经济软着陆，他仍对经济持较为悲观的看法。他还指出，正如美联储加息对经济的减缓作用低于预期一样，降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没有那么大。此外，作为各种借贷成本基准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低于2年期收益率，进一步下行的空间较小，尤其是在赤字和通胀上升增加上行压力的情况下，大多数经济活动将更容易受到5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影响。这实际上与隔夜政策利率无关，霍伦霍斯特解释道。因此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，即降低政策利率能在多大程度上传导到经济中。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有房产买卖委托或是相关问题，都欢迎留言私讯我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，拜拜。